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民进党副秘书长何伯文，大家好，大家好。台北市议员苗博雅，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善，五哥好，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议员秦慧珠，主持人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立法院荣誉顾问三勇哥陈柏惟，大家好 ，Thank you。好，那今天国民党国共论坛智库的一个论坛呢，那由他们的副主席萧玉成带队，在今天要正式展开一些相关一些的论坛。当然，昨天也跟宋涛他们呢直接一顿参叙啦这些。但是在国民党，那在这个节骨眼上，包括国民党主席郑英文最近一直频频接受媒体访问，包括两岸和平框架，包括希望在今年上半年能够有政协会，所有这一切论述的同时，那在今天赖清德总统呢，在上午9点半召开了一个记者会，记者会里面呢直接直指了当然发表了一些我们的经济成果，然后再讲说我们跟西方一些国家之间的往来非常密切，然后直说我们现在要再锁进中国，像国民党要2次西进嘛，在这个节骨眼，所有的两岸之间的论述，朝野之间是不是正式对决了呢？不过一开始让你听一下，包括赖清德总统今天所讲的话，来。经贸谈判的成果攸关国家经济繁荣与人民福祉，我期盼后续立法院审议台美关税协议，能够秉持专业、依法审查，跨越党派的藩篱，跳脱政党之间的窠臼，共同守护这份得来不易的谈判成果，刚刚好可以提供对比，让国人做一个清楚的辨识，到底是民进党政府目前所推动的携手美国、携手友盟走进国际这个经济战略对台湾比较有利，还是在野党所推动的2次西进对台湾的经济发展比较有利？来，玉善是那赖总今天上午召开记者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因为刚好是国共20年来，然后国共论坛恢复 ，OK， 是所有相关的这一些的讯息，在是不是直接？因为今天赖清德这种生活直接讲，我们要再锁进中国，像国民党要2次西进嘛，所以等于是朝野之间，大家在两岸政策上今天开始正式对决吗？对，而且是在路线上面的完全不同哈。这个所谓的今天总统召开的这个台美经济繁荣对话 EPBD 赖清德总统跟林佳龙的外交部长跟美方签署了一个系盛世宣言。这个在之前就已经签订了之前的会议也开了不少的会议来签订这个系盛世宣言。那为什么选择今天来做这个记者会的公布大家可以看吴钊燮国安会秘书长昨天在他的推了一张贴文，就知道要对照的就是今天的国民党到中国去所谓的智库交流的这个会议的论坛里面去谈说，台湾未来的走向到底是要跟中国这边不断的持续交流，不断的经济对话，还是要跟美国跟全世界来做持续的一些交流跟对话嘛，一些合作嘛。他从这张图就可以看到对中国的投资不断的下滑情况下，台股是从8972点涨到这个2025年，今天更多了，3万今天已经3万2了这个在2025年是28963点就是说将近涨了将近3倍到4倍另外就是失业率下降了，从这个高达5%的失业率，现在下降到3.35%。另外就是人均所得美金39477元，也就是说，对于中国的投资越少，对于台湾的包含人均所得，包含这个股市，包含这个失业率，全面的都看好嘛，所以对中投资的降低，反而是对台湾的经济好。那对中投资的降低，对全世界的投资增加，这个是台湾如果对台湾更好，那我们应该去持续的去跟美国去进行相关的对话，跟全世界的伙伴来进行这些交流嘛。所以今天签订了这个系盛世宣言它进行台美经济安全的合作的一个对话里面有几
几个重点的产业，一个是无人机，一个是关键矿物，另外就是半导体产业嘛。所以最近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光啊，不止台积电去投资美国，美光辉达也投资台湾啊，辉达还要落地我们秦惠珠啊这个阿苗这边的台北市嘛，那蒋万安还很开心嘛。这个东西不是只有台湾去投资美国，美国的美光、美国的辉达也来投资台湾，互相投资的进行下，这会使台湾的经济不断的这个往上走嘛，所以这是赖清德总统今天提到一个非常重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就是全世界在打造一个非红供应链，因为中共对于全世界的国家安全的威胁非常大，所以大家对于未来半导体或 AI 产业里面必须建立一个不是中国生产的非红供应链，而这个全世界的非红供应链，台湾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所以把跟中国脱离，往全世界靠拢，往美国靠拢，这个是赖清德的经济上面非常重要的战略嘛。而这个战略显现在关税上面，成为跟美国的贸易伙伴，在所谓的1.25兆军购条例里面，成为军事的相关的战略伙伴嘛。这3个非常重要的伙伴关系，在今天你就可以看到经济贸易跟战略上面，跟美方全面性的绑在一起，形成一个强而有力的战略关系。那么回过头来看，国民党今天的智库交流到底要谈什么？不是说不能跟中国对话，但是你要告诉我们要谈什么嘛。对于智库来讲，消息人来讲，没有啦，我们谈政策啦。李鸿源说啊，没有，我们谈治水啦，谈水利啦，我们不谈所谓的这个所谓的政治问题。但是对于郑丽文来讲，他一开口就讲说，我们要和平框架。那和平框架就是政治问题啊，和平框架绝对不是旅游的问题，不是产业的问题，不是所谓的工程的问题嘛。这些问题智库交流是做所谓的技术性的这个交流，但是郑丽文主席却谈到说我们要建立和平框架。所以你们去到底要谈什么？那你们去谈什么是你们的意愿嘛？那中共想要了解什么？中共对于媒体报道来讲，他们关心的还是台湾的这个所谓的军购的事情。那中共关心的还是你们国民党选举的问题，是否会不会被他们去做相关的介入问题？国民党的连主席都有中共介选的问题，这也是他们党内自己说的。所以中共当然希望透过这次交流，了解国民党提名的相关问题嘛。这个问题就来了，这个问题就凸显到郑丽文，你该见的人不去见，那不该见的人、见不到的人，你偏偏不断的要去求见，就是郑习会嘛。习近平很忙，好不好？他现在处理内部问题都已经忙得要死了，哪有空见你郑丽文啊？但是郑丽文，你该见的人是谁？该见的就是中共想要了解现在国民党内部选举出来到底你们协调的怎么样嘛？所以包含新北市、包含新竹县、包含宜兰、包含彰化、包含台中都搞不定的情况下，郑丽文每天都想要见到习近平，难怪他在最近一期的美丽岛民调里面凸显出了他的仇恨值呢，他的不信任度高过国民党的不信任度，也就是说，连国民党人都有很多人对郑丽文不满，而这个不满凸显在你作为一个党主席，你该处理的事情、该处理的党内的提名问题不去处理，而去把整个国民党往带去中国靠拢，这才是郑丽文现在要面对的问题。那凸显过来，这个赖清德总统这个所谓的包含关税上面，包含1.25兆军购上面的一个做法，跟美方的不断持续对话，他的满意度跟信任度都已经黄金交叉，这也是大罢免以来第一次的黄金交叉。这也就是说，一个政党的领导人如果路线正确了，他就会做，民众就会做一个相应的反应。那当然，郑丽文主席，你是不是应该开始调整你的脚步、你的策略，回过头来处理国民党内部的选举问题 ？OK，Thank you。来直接问一下，现在看起来的话，大家都在讲说，现在在全世界的局势，我们在美国跟中国之间，我们能够选吗？郑丽文是讲说，我们为什么要选？一个是亲人，一个曾经是恩人嘛，为什么一定要选 ？OK， 好，那我们是能够不做选择吗？另外一个就是，如果照今天刚讲，包括国民党的论述，包括赖清德总统，因为同时是民党主席，当直接说我们是要西进跟老共合作，或是要选择全世界，所以再讲到我们自己国里面官人们来看的话，就是老百姓一定要在这2个之间要去做这样的一个选择吗？这个选择讲白了，就会落在今年年底的选战，就会落在2028，我们的民众就要去做一个选择。的确是需要做选择啊。
那你有些人说啊，我可不可以不选？两边不要得罪。那两边讨好的结果，可能就会变成两边得罪。那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今天去国共论坛，我当然理解中国国民党要跟这个共产党有联络窗口嘛，不管用来杠杆国内的政治。因为两岸红利只能由国民党获得啊，民进党这不要说8年，那就快要10几年啊，几乎明面上都没有跟共产党的官方管道，所以国民党必然要捍卫住这个地方，所以只要中国的好，都是国民党带给台湾的。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台湾跟国际世界走向朋友，今天赖清德总统也提到啊，这个是台湾要走向全世界，还是选择2次西进？那在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美国现在已经把条件把能够提供的东西拿出来，有什么军购嘛、关税嘛。这一位是美国的军委会主席，军委会主席你可以很好的理解，如果你是绿的，他就是王定宇；如果你是蓝的，他就是马文君。好，当然在结构上面有一点不同。那提醒大家，这个 Roger Wicker 除了这个前一阵子表达过自由不是免费的，还有一件事情是他2025年应该是8月份的时候来过台湾。我可以跟大家很负责任的报告，2025年8月来台湾。我认为就是要了解两岸局势跟军购的细项，是否这个，因为他们国会要审过之后，才能够两边才能够开启交易啊、谈判啊、要价书等等的，所以我认为他那个时候就要了解说，你买这些够不够用。因为他们国会要审过之后，才能够两边才能够开启交易啊、谈判啊、要价书等等的，所以我认为他那个时候就要了解说，你买这些够不够用，或者是适不适当在战略地形上，你们现有的装备能不能够 match， 能不能做上一个系统性的规划？那他说他今天也发文啊，他今天发文说，看到台湾立法院反对党大幅削减赖总统的国防预算。我感到很失望。他具体他就是用 disappoint 这一句话来讲。那另外一方面，他说我最初的这个目的啊是要资助急需的武器系统。台湾立法院应该考虑一下，尤其是在中国威胁日益加剧的情况下。那逻辑很简单嘛，他今天剑指在野党，就是意思就是有一好无两好啊，对不对啊？你今仔日你要喊中国好。我大概跟你讲，因为我对你好的原因是因为你对我嘛最重要。你对我很重要，所以我美国对你台湾好，我也确实是站在老美的利己主义啊。但是如果台湾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对老美的利益也会有所损伤啊，而且甚至是整个东亚的局势，台湾开了，你怎么知道菲律宾会不会投降？你怎么知道韩国会不会就倒戈？所以台湾不能开嘛，所以美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认为台湾重要。所以不管这几年我们跟它的贸易相关的经济啊、关税啊，包含到这一次的军购，那军购比较难解释的原因，听起来好像是我们花钱。过去美猪也好，军购也好，我们花钱好像成为一个重中之重，这个感觉就好像那种赚快钱的人不喜欢买保险，然后他们喜欢拿去怎么样？拿去捐款，要做善事积阴德，但是他不喜欢买保险。我认识一些可能三教九流的朋友，做一些不用开发票的行业，他们尤其是这样，因为他们认为我现金多到不需要买保险，我只要有现金在手，我就有安全感，不需要买保险啊，这种很容易被黑吃黑。这个很容易，人家比你大的时候要把你吃掉，你人就不见了。那你今天要走这种路线的话，不要忘记，共产党永远都是最黑的那一个嘛。另外一方面，我们是明稳的，你不要把它往坏的武器方面想，你把它想成练身体。然后武装自己，结果我们的在野党提出来的是说，我建议飞鸿产业链要拿掉，这什么意思？隔壁的人画台，然后呢，他们还换了那个保全系统，改武斗派的本来是张幼霞顾门口，你就看他老的啊，上次打仗也几十年前，可能也不太会打，结果突然他就换掉了，发现有一个推论是，如果不做台湾的军委会主委，可能就会被副主委就可能就会被换掉。那这个时候老美看到了，跟我讲，你给不要笑笑你最好要武装自己啊，监视器、保全系统要装。结果我们的回应，我们在野党的回应是不用装，要装中国的，那把费用产业链拿掉嘛。那不对啊，我监视器用隔壁要打我那一个人的，那不是头撞到吗？所以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困难的选择，它是一种自我的防卫。就算全世界跟台湾都全无邦交，或是全有邦交的情况下，摆明了中国就是对你有敌意，还不只是有敌意，它是要侵略你跟并吞你。另外一边，远在太平洋彼端，那个地平线，那个远到那个海岸的地平线，你都看不到对面的陆地的那么远的地方，什么几万海里的，
啊，他就会想到说，我还是觉得你要练练身体，我过了40岁特别有这种感受。朋友常常遇到，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不是遇到这个朋友离开，或者是朋友生病住院，才会再聚一聚，然后我们就会跟人家讲说，我还讲40岁进前无感觉，今嘛你才40岁就有这个感觉了。今嘛开始顾身体，代谢拢变作差困熬夜隔天补一天困拢困袂饱。你不要再上工。前面聊这个不要谈，好吧？换个问题，好吧？你可能以前在拼经济喝药系统，中国对你们好的时候，你都没有抵抗的，不需要抵抗的感觉，反正我身体代谢好，一天病毒就排出去嘛。结果现在的状况不一样啊，他们对我们亲门打吼然后现在对我来讲担心的是，我们立法院常常有一些在野党。其实坦白讲，在野党也有比较亲美或亲中所谓本土派的，可是本土派的都没声音了亲中的越爬越高爬到党主席去了。那我们的民主机制如果失去效能的话，那当然就是大家老百姓的问题，就不是那个谁什么总统的责任或民意代表的责任。所以台湾人民要不要选择？当然要选择，它不只是意识形态的选择、行事风格的选择，其实它是一种价值观的选择嘛。因为跟老美谈事情是有合约的，是讲信用的。老美今天手上拥有的美元、美债、石油那种东西，就是因为它有信用。可是跟老共谈的时候，你就很担心。那过去我们不管派谁出去谈，国民党有办法把谈到整个中国大陆不见，退到长江以南，然后现在退到台湾再下一步要退到哪里去？我们就没有目前可以跟老共谈得下来，他也行，而且可以从中拿到利益的。要继续谈。那个感觉就是人家说你不适合买股票，你买股票一定会赔钱然后你就我不信邪，我一直买，总有一天会赚钱，等到总有一天会没钱同学。所以跟老美谈，跟老共谈，我们在意的事情是履约的可能性，履约保证是信用问题，还有其实不管跟谁谈，都是为了要强健台湾，而不是把台湾交换掉。OK。来，秦姐直接请教一下，刚才看到赖清德总统那番的谈话，那国民党的代表现在也正在对岸在谈啦，包括智库论坛所有这些，大家都要把重点都会摆在，因为郑丽文主席从上来以后，很多跟两岸之间的发言，其实跟国民党前面几任的主席讲的比较激进一点，应该讲积极一点。OK， 但是这样包括两岸和平框架所有这些，但是在对郑丽文主席来讲，他一直讲说这对两岸是个大利多，这对国民党年底的选举也是一个大利多，包括两岸的之间的这个论坛或是所谓的政协会，因为您年底要选，在场是阿苗跟秦姐两个年底要选。以一个要参加选举的选将来看，这样一些的论述，对国民党来讲，真的是纯然的一些的大利多嘛？那民党一直不断的说这些会隐含着包括军购啦，所有这些是不是都被摆在里面当条件？你们会怎么看？我觉得基本上交流沟通，任何的政党也好，国家也好，团体也好，这个都是最基本的。因为所有的事情你都需要去面对面的交流沟通，而不是一直放话啦、呛瞎啦，然后这个做一些敌对的策略跟政策。所以我觉得站在这个大方向上来讲，我相信全体台湾人都希望台湾跟中国大陆、台湾跟美国、台湾跟其他的任何的组织或者国家，大家都能够沟通交流、平等的对话协商。这个是我想是这个价值观是不会改变的。包括我们跟中国大陆，那以前呢，我们有所谓的国共论坛，后来改成两岸经贸论坛，后来加上文化叫两岸经贸文化论坛，进行了很多届，但是到2016年就开始中断了。这当中有一些党主席个人的一些态度以及困难，比如说吴敦义党主席，他很想去，可是因为他是卸任副主席的副总统的身份，所以被3+3绑住了，他根本不能过去。那有一些党主席可能没有那么积极，比方说江启臣，比方说第2任的朱立伦。朱立伦第1任很积极，也见过这个习近平。那一方面因为党主席的关系，二方面大环境的原因，所以这个所谓的国民党跟共产党之间的一些理性沟通交流的论坛就停止了9年。到了郑丽文主席，他能够大力的恢复，我觉得这是需要勇气的。大家就说：“哎呀，你去谈啊，会被抹黑抹红。”我想请问，这些年来，吴敦义没有去做交流论坛。江启臣没有去做交流论坛，朱立伦第2任党主席没有去做交流论坛，抹黑抹红有停止吗？有减少吗？没有嘛，完全没有。你谈跟不谈，你去跟不去，人家要抹黑你、抹红你、诋毁你，策略性的用这样子来摧毁你，从来没有减少。
所以我觉得说，从2016年郑丽文主席破除困难，让这样一个交流、对话、沟通能够接续，这本身就有一定的意义。对于蓝军来讲，对于支持两岸沟通、协调、和平相处的这些国民来讲，他们是乐见的。第二呢，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延续9年中断的东西要再接续，它有它的一些困难。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两党的定位也很好。它定位成智库的论坛，不设政治，不设政治人物，通通都是在野的学者专家。那它是有2个智库，包括中共的海研中心以及国民党的国策基金会，然后由国策基金会的副董事长李鸿源教授亲自挑选了40几位学者专家到那边去。定位呢，就是讨论几个项目，大家迫切需要的旅游。我们有7000亿的旅游逆差，这怎么对得起我们的这个旅行界？那旅游逆差当然不能靠中国大陆，我们向全世界去做这个旅游的这样的一个讨论。但是中国大陆毋庸置疑，他们曾经有450万一年大陆观光客到台湾来，它也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所以旅游的部分应不应该谈，应不应该开放？那我们的产业发展应不应该谈？我们的科技，台湾的科技很强，大陆科技也不弱，它的机器人，它的这个电动车世界第1名啊。所以科技的部分、环保的部分、永续发展的部分，可不可以谈？当然可以谈。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接续，两岸隔绝了9年，接续的讨论就是一件正面可以看待的事情。请问一下，另外就是它的定位不设政治，也是我们给予肯定的。那请问一下，因为郑丽文主席这几天的谈话，包括两岸和平框架的问题，包括讲说要让台湾人能够接受说自己是中国人的这些谈话。这些谈话摆在这，然后接下来去论坛，接下来去这些，会不会造成很多一些台湾人民会觉得，尤其是年轻的一辈，可能大家讲说他们就是天然台的那些人，他会觉得那为什么我们要去接受这些？会不会造成一些质疑？甚或最近军购，因为挡了10次嘛。那10次，那接下来那会不会也让民众有些人会讲，像刚刚赖清德这种人讲，这个也挡，然后就是要2次西进吗？他用了一个锁进中国，用这样一些的词，会不会造成这样的困扰？郑丽文主席他在竞选党主席的时候，他就有他这样子一个比较跟大陆友善互动的一个论述。可是他在这次选举当中大获全胜，在台湾20几个县市党员投票，他都领先，甚至海外的国民党的党员通讯投票，他也得很高的票。所以我觉得郑丽文的论述是有一部分的国民党的人支持的。那至于其他的政党你支不支持没关系，我们大家再来讨论。那郑主席他个人言论也不能凌驾我们全体党员的公决跟我们的党纲党章嘛。我们还有很多的机制，包括我们有很多的县市首长，我们有很多的党代表，我们有中常委，有州常会。所以我觉得郑丽文个人的言行，他的论述我们大家可以讨论。那你也不要说他的这个论述就没有人支持，或者是他的论述就是卖台。所以我觉得郑丽文个人的言行，他的论述我们大家可以讨论。那你也不要说他的这个论述就没有人支持，或者是他的论述就是卖台。我觉得讲这样子也太武断。那另外这个党军购的部分，其实大家都没有去考虑的症结问题。立法院蓝白真的大家很不高兴，就是说我们立法通过为军人加薪每个月3万块，然后民进党这一次的总预算里面1毛都不编，全国军民同胞们。我们民进党对于蓝白要给我们的军人加薪3万块，民进党1毛都不加，1毛都不加。好，这是我们必须要讨论的一个重点。另外就是退警的停砍退休金，已经立法通过了，可是他们这个部分也完全不在预算中显现。好，所以国民党就认为说，你这2项你能够补正，我们就好谈。这个部分不是党军购或者是党这个对美的关税，而是这个总预算先卡在前面，后面排的案子它总有个先来后到嘛。立法院排程序总有一个先来后到，你总预算这个部分不处理，你后面呢当然就会没有办法处理。如果总预算这个部分处理，后面一关一关通通可以审。所以请大家注意，不是党军购，
不是挡这个对美的关税，而是整个这个症结，民进党违法不编列预算这个问题，他们死不认错不解决，对不起我们的国军，对不起我们的退警。来，我听到了，只是觉得有点好笑了，还蛮。第一个就是说，从过去蔡英文总统到赖清德总统，前前后后为国军加4次薪，好加这个是铁证。那这次为什么不肯加？铁证真的是已经加了4次薪，好那。你不能说过去加薪，这次就可以不加，这次已经立法通过要加薪，为什么不加？OK， 来，他先讲完，对，他好像讲不够，继续讲完。你不能够以讹传讹，你讲的是错的，因为过去加薪是过去的事情，这一次的加薪为什么不加？请回答。请姐让博文先完整论述完以后，然后请姐再来。我讲从过去到现在，我们已经加了4次薪，好，那反观过去马英九执政时代，你问秦姐她加了几次薪？哈，我这个都可以明显比较嘛，哈。那我们加了4次薪，他们1次薪都没有加，然后现在反过来说，你们为国军加4次薪，为什么不加第5次薪？整个国家我们当然有财政各方面的平衡考量，重点不是只有加薪而已。军人还重视什么？军人中，例如说。这个士官兵他们的眷舍，包括他们的这个营舍，到底能不能更新？他们能不能够有精良的武器，或这个良好的一些相关的这个武器可以使用？这些都是军人的福利啊。那我们这次编了很多预算，就在总预算里面。然后呢，包括这个一些营舍的这个修缮、营舍的更新。通通都被挡掉，然后呢，国民党现在竟然说他们最重视国军，所以这个我觉得匪夷所思啊。因为我要跟大家报告。其实每次都在讲说两岸沟通什么两岸现在都关闭大门，没有关闭大门啊，两岸的这个沟通大门我们永远都敞开啊，我们从来没有说我们不愿意跟中国谈啊，那很简单，就是说不要预设前提，然后在对等尊严的情况之下，两岸当然都可以谈啊。可是如果说今天先预设一个前提说你要先认92公示。你要先承认92公示，92公示如果是过去真实版的什么92公示是一中各表，哈，这个所谓的一中各表，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大家各自表述，这个或许都还有讨论的空间。现在不是啊，现在连国民党自己都承认92公示就是一中框架啦、啊。那请问，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要怎么去谈？我们真的能够有办法在这个？就谈判的时候，你就先矮人家一大截，他就先把你当作你是他的一部分，他就先把你当作你是地方政府。请问这样怎么谈？所以我讲，真正关闭两岸交流大门的是中国，不是台湾。那我觉得这一点要先厘清。好，那你说那个郑丽文主席，我实在是想请问哈，一个这个高达5×3不信任的党主席哈。他凭什么在现阶段喊出所谓的两岸和平框架？以目前国民党在台湾的这个政党支持度，跟郑丽文主席他自己的这个国人对他的信任度，他喊出两岸和平框架。我跟大家讲，两岸和平框架就是两岸的所谓的两岸和平协议这样的一个架构。你去问问看香港，你去看看新疆，你去看看西藏，你就知道说什么叫两岸和平框架。这个过去我们都已经讲的不想再讲了，这个国民党就永远就拿这种老教条方式硬逼台湾人民要接受。我觉得很简单呐，其实大家这个其实是听其言观其行，没有谁去抹红中国国民党，没有谁故意要什么把他打成什么同路人，不是，而是你看他的作为嘛，你想想看。他们这次去，我今天看到裘佩芬写的报道说中国最关心的是什么？最关心的是军购啦，说台湾的军购啦，另外关心的是年底的选举啦。我请问，中国最关心军购，那不用关心啊？中国国民党替你挡得好好的啊！中国国民党的军购，我们的1.25兆8年编列的这个军购，它通通怎么样？通通把它挡掉，我们连总预算都被挡我请问，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不得不怀疑，我们是合理的质疑嘛？合理的质疑，你就是把这个当作门票，然后去进行所谓的国共论坛嘛，进行所谓的这个国共之间的交流。那请问，对国民党或许少数人有得到好处，对国民党或许少数人得到利益，请问对台湾人民的好处在哪里？刚刚还讲到什么要交流精密机械，我们台湾现在的精密机械还需要去跟中国交流吗？我们现在的医疗，我坦白讲，台湾的现在医疗，如果这个中国愿意跟我们敞开大门进行交流对话、和平对等，我们都愿意交流啊。台湾的
沟通大门从来没有关闭。我们也从过去不要说递橄榄枝啊，几乎是已经递出整个橄榄园的。中国从来没有给台湾一个善意的回应。你看，所有我们对他们递出的橄榄枝，所有善意的交流，通通都被中国用非常恶意的言论，然后反驳、驳斥，甚至把你打回票。可是中国国民党从来没有为台湾讲过一句话，这个是让我觉得非常匪夷所思的地方。究竟中国国民党，你的心到底在哪里 ？OK， 现在要补什么？我补充一下，因为刚刚听到秦姐讲7000亿，我本来以为那个是表示台湾经济蓬勃发展的一个象征呢。7000亿的贸易。就是旅游，不是贸易，是观光逆差。对，到国外去旅游。对，但是呢，国内的旅游业产业失血。好，因为我的理解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去跟中国谈，那像我跟美国谈，你具体会告诉我你有关税让利哦，你有军购哦，这个给我们先进武器保卫自己。那我去跟中国谈，那国民党应该要很大气的跟大家讲，我跟你讲，我去中国可以争取什么东西回来。争取什么东西回来这件事，如果只是在观光旅游陆客的话，中国来台旅客人数是第5名嘛，63万，第1名是148万，那我们去中国的是323万。那其实这个平衡上来讲，变成是中国政策性，就2个情况嘛，一个政策性，他们不愿意让来我们这里，或者是我们自我检讨说，哦，因为替代方案可能是日本、韩国、菲律宾啊，他们文化比较差，比较出国的感觉。那还有一种可能，他们比较穷嘛，出不起国，我们有钱出国。那事实上，我们去到机场看到很多人出国。我不认为这个是什么特别坏的事情。如果真的要讲观光逆差啊，应该要跟日本拉，因为我们去日本的人啊，是跟日本来我们这边观光人数是4倍。那中国国民党照此论述，应该要去拜托日本政府多一点日本人来台湾，这个观光逆差的论述才合理。好，这第一个。那第二个，他到底要带什么东西给我，还是听不出来啊？因为如果今天讲的陆客的部分是相关的旅游业，确实。但是在补助旅游业，或者用中国旅客来补助旅游业这件事情，我们为什么不自己来提升？我们有交通部观光署啊，我们有立法委员可以去质询说，我们要怎么样去提升国际观光的竞争力，而不是去中国拜托吧。而且中国也不是第一优先选择啊，怎么不去跟日本人讲？没使，我们去遐600几万，你敢来140万，没使呵。加派寡人加甲阮行销者，无你嘛当惊车头，搭一下台湾迄个听台湾的吼啊，这个 WBC 看完，大家来台湾行行的。这个我觉得才是正办吧。你用我不能说贵，不能说甜，我还真的不知道用什么形容词形容拜托中国旅客来台湾玩这件事情是值得骄傲的。这第一个，第二个。那其他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要去谈什么？人家很明显的就是军购跟关税，就是经济跟国防嘛。那你跟我讲一个这个旅游之后，然后呢？刚刚讲医疗，我想到的事情是中国跟 WHA 忽略台湾的警告，造成世界性的武汉肺炎。我还跟你谈医疗，我看到你我戴口罩我都来不及了。那你说我们要谈水果，我们有印象的就是。中国总是片面的不吃澳洲的龙虾，不吃澳洲的红酒，不吃台湾的水果。好，我还记得我当年还帮忙卖凤梨，卖了不要几百吨。我还跟你谈，我跟你谈一谈，我哪天我又要跑去卖凤梨，要不是都给你们这个绑架好玩的。如果要卖水果，去问问这一位台东的这个应该是县长，他的世家凤梨世家这2年又被中国政策性绑架。那我问你啊，你谈了半天都没有好处，然后回来骂说。你阿兵哥都不加薪，你民进党怎么骂共产党？有的时候骂共产党，大家会对国民党改观，说咱跟你交流这久啊，你都没照顾台湾人，这敢背鱼背来背去。国民党有时候硬起来，我们也很开心啊！不要，你如果问我好了，这个就是最好的菜了，就是我跟你讲，我中国陆客来台湾是我最好的一道菜，那我不吃嘛，可以吗？我可以选择不吃吧？来，请教可以吗？刚刚 Thank you 大概误解很多事情。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目前民进党政府的政策是不开放大陆的民众到台湾来自由行以及团体旅游，只开放拥有大陆护照人，你在第3地，你从第3地到台湾来可以。那以前马英九时代是开放的，所以1年最高有450万的大陆观光客到台湾来。所以呢，这样子一个情况，如果能够再开放大陆旅客到台湾来，对我们台湾的旅游业是有很多的帮助的。尤其现在我们1年出国去旅游的大概有1500万人，好，但是呢，国外不管是任何国家进到台湾来的不到1000万，所以就使得国内的观光业非常的凄惨。
好，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政府的责任，当然你不能单一的靠中国大陆的市场。所以就使得国内的观光业非常的凄惨。好，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政府的责任，当然你不能单一的靠中国大陆的市场，但是政府一定要想办法解决。另外，刚刚 Thank you 说不晓得谈什么，其实很简单啊，他们这2天的议程都是公开的，人家一定会有一些学者专家双方来提出一些这个准备好的论文来发表，所以大家可以去了解，不要在这边搞不清楚那些专家学者讲些什么，就在这边用揶揄的方式去揣测，我觉得这个态度不严谨。谢谢秦姐，简单回应啊，反正我现在就是等两边上菜，我是台湾人，我很挑嘴。那美国这个边的关税是各行各业嘛，那我现在听到中国这边就是旅游业。那 OK 啊，那我知道了，我也会做出选择。OK， 当然没有，现在看起来的话，那如果讲说会影响到年底或是2028的话，一个是包括两岸讲这美中台之间的关系吧，大的就是这样。在国内来讲的话，蓝白合也在这个里头。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当郑经国讲两岸和平框架，黄鸿昌是民众党主席，他为什么说我听不懂他在讲什么？我听不懂他讲为什么？是黄鸿昌闻到另外的味道，他选择不要上这列车吗？是因为这个样吗？那再换一个角度来看。民调一直在做相关的一些，因为选举是要台湾人民选举嘛，选举要看我们大家投出来的票嘛。那当然，秦姐刚刚讲，因为郑经文毕竟在党内选举，他确实是大胜或者什么。可是因为那个国民党党员的结构不是全台湾民众的结构，那选票总是要看全台湾人民怎么选。那最近出现了一些的民调，那对国民党来讲是个警示吗？我从这个郑丽文学姐她当选国民党主席的时候，我就一直觉得有一点很赞的，就是说郑丽文当国民党主席，至少国民党会更老实，就是不演了嘛，要跟中共这个公然的你侬我侬都会到台面上来，我觉得这蛮好的，因为这样子就可以这个拨掉一些迷雾啊，拨开迷雾，让我们看清楚说国民党它真正的国安立场到底是什么嘛。你知道今天在录影之前，我还看到美国这个国会议员 po 文，除了刚刚3Q 讲那一则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国会议员呢，他直接因为他不是这个3Q 刚刚讲的是这个他们美国国会的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嘛，那个讲话比较德高望重，比较平稳一点哈。那我看到另外一位啊，他是直接讲说这个国民党在立法院里面他这个挡下10次的这个预算国防预算，然后在同时呢，这个国民党的领导层要去北京跟共产党见面，而且还要计划，他这边写 planning bigger engagements，还要计划更多的接触。然后他直接用了一句超级一针见血，他说 It doesn't take a genius to figure out what's going on here。你不用是个天才，你都知道这边发生什么事啊。不需要特别高的智商，都知道他们在干嘛啦。然后他最后直接秀一句说什么 I've warned before, shortchanging Taiwan's defense to cold toe。他直接用那个美国人在讲中国的那个磕头下跪的那个词To the CCP is playing with fire。这个是美国的 Senator 参议员 Dan Sullivan 最新的推文那所以就这个叫做图穷匕见嘛。就郑丽文当国民党主席，连远在太平洋另一端的美国人看得都很清楚，他的两岸路线其实就是这样。之前我还记得赵少康曾经讲过一句赵少康说：“哎呀，台湾就是这个国防靠美国，经济靠中国。”赵少康还提这种论述现在郑丽文直接跟你讲什么国防靠美国也没这件事情。反正我们就是国民党，现在经济要靠中国，国防也要靠中国，和平都要靠中国，繁荣都要靠中国，下面都靠中国，安内就对了。这个就是他的立场嘛。那这个立场有票没票，我相信国民党的这个从政党员一定很清楚。那如果他们都相信这个有票的话，我也鼓励嘛，就是年底选举，大家把它就写在竞选公报上。就是经济靠中国，国防也靠中国，两岸的和平善意就靠中国国民党一直去中国，就写清楚嘛。这我觉得也蛮好的，因为就像3Q 刚讲啦，你就两边上菜嘛，那你要上什么菜讲清楚台湾人民选一道吃，对不对？那只是我觉得国民党现在的路线我看了之后，其实是觉得
有一点唏嘘吧，有点讽刺，因为我小时候读的都是这个标准的教科书嘛，然后在标准教科书里面啊，都会告诉我们啊，就是说8年抗战的历史里面哈。这个汪精卫啊，这是一个大汉奸，对不对？然后在这个教科书里面，尤其是中学教科书，把汪精卫讲得好难听啊，对不对？然后就是蒋介石哦，蒋中正蒋委员长率领国军上下一心，8年抗战艰辛的捍卫了这个领土的完整跟主权这些的啊。结果现在回过头来，过去一直告诉我们汪精卫是坏人、坏蛋、是汉奸的国民党，现在其实就是在扮演汪精卫的角色。因为汪精卫当年的角色是这样子哦，在国民党联俄容共时期，汪精卫是主张喜欢共产党，所以才会宁汉分裂的时候跟蒋介石闹不和嘛。后来在日本，在2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这个亚洲的战区，日本要入侵中国的时候，汪精卫是直接主张大东亚共荣圈这什么意思？大东亚共荣圈就是说我们做生意嘛，我们赚钱嘛，我们这个人进来货出去啊，这个中日发大财，为什么要打仗呢？对，当时汪精卫的主张就是这样子啊，就是我要不断的一直去跟日本和谈，我要跟日本坐下来谈，我要跟日本麻吉嘛，然后这样日本就不会打中国，这样子就获得和平，生灵免于涂炭嘛。大家去查之前汪精卫在8年抗战时期的论述，其实就是这样。那这不就是现在国民党的主论述吗？就说一定要一直去谈，一定要一直要不管共产党过去背信。共产党过去撕毁和平协议的血迹斑斑的历史，西藏的、新疆的、香港的，这些都摆在前面，国民党还是飞蛾扑火嘛？就说我们还是要去跟国民党签，现在他们发明个新词叫什么和平框架。说实在的，我这是认同黄国昌讲的啊，我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对不对？请立文学姐再跟我们这些愚钝的这些后辈再解释一下和平框架是什么东西啊？你判刚刚前面讲说这是一些什么智库的学者跑去跟他谈，那请问你智库的学者去跟人家谈什么和平框架？我是完全看不懂。如果你很认真的去看他的和平框架，如果你很认真的去看他的新闻稿的话，你真的完全看不出来他的效益在哪里。其实你说要争取和平，要去谈，其实它的本质上不是绝对的不好。可是国民党每一次去谈回来的结果都更差啊。上次我们这个蒋市长不是才去了双城论坛，结果隔天回来大规模环台军演啊，那这重重一巴掌打在蒋市长脸上，我们也觉得很不舍啊。因为他也许是抱着一股天真，想说啊，他去啊，中共看在他的面子上，可能会两岸和平什么，结果后来更加的粗暴嘛。所以我觉得现在国民党我觉得他的距离感不太好。因为郑丽文讲那个名言，其实他也是金句制造机哦。他说美国是恩人，然后中国是亲人嘛。可是好奇怪，什么感觉好像把台湾人民选出来的政府当仇人。这很奇怪啊，对不对？你如果说今天跟美国、跟中国、跟台湾的民选政府这3个排距离的话，不管你是什么党派，你一定是跟台湾的民选政府距离最近嘛。然后接下来你可能亲美的会把美国的距离拉近一点，中国远一点；亲中的会把中国的距离拉近一点，美国远一点。但是再怎么样都不会比我们真正自己2350万同胞更近嘛。可是你可以看到国民党很奇怪，中国北京千里迢迢也一定要去。可是赖总统邀约5院的院长查叙，韩院长他在立法院，赖总统在总统府，短短的几百公尺，没空去就是没空去，啊，不是说要坐下来谈出个福国利民，谈出个对人民好，那我都觉得很奇怪。我在旁边看，我就觉得说，为什么对于国民党而言，距离最远的是民进党？第2远的是美国，距离最近的是共产党。这个是很奇怪的排序啊。所以我觉得国民党的路线，当然如果国民党的党员觉得好，那就好。但是如果说真的说要福国利民，或是说真的对于这个台湾的主流民意要更亲近的话，我是建议啦，你去北京之外，在台湾的这个军购国防特别条例，是不是可以真的让他复委去谈一下？你总是国民党爱画三角形啊，说啊我跟中国跟美国两边都要平衡什么？可问题是现在大家看你的跷跷板就完全斜一边，军购可以挡10次，但是国民党要去中国看共产党，这个挡都挡不住。那你这个跷跷板斜一边的时候，我觉得不要说中道了啦，对人民来说，你已经完全走路是完全只偏一边了。青姐2个回应，尤其第一个，刚讲到，那在国民党眼中，这个排序是仇人、恩人、亲人。那从我们的民党政府到美国到中国大陆，
国民党是这样排序吗？刚阿苗胜或连汪精卫的汉奸2个字都出来了，你为什么？所以我觉得阿苗讲的足以诋毁国民党哦，国民党智库应该要去想办法采取法律行动。我刚刚是说国民党小时候都告诉我们汪精卫是汉奸呢，隐喻成汪精卫，我觉得这个是。阿苗，你讲这个太尖酸刻薄，太不切实际啊！我觉得你应该收回，因为我也是国民党，我们坐在这里被你当面，你没有去中国啊？我有去啊。你今天在那边录影，我也要讲你去中国那一团呢。不要这样子讲一些很低阶的这种吵架的话哦，请容许我继续说。我觉得把国民党比喻成汪精卫的阿苗，我是无法认同，而且予以驳斥跟谴责哈。很低阶的这种吵架的话哦，请容许我继续说。我觉得把国民党比喻成汪精卫的阿苗，我是无法认同，而且予以驳斥跟谴责哈。另外就是说，很多人都讲过两岸一家亲，包括柯文哲，包括宋楚瑜，讲两岸一家亲没有问题，讲把大陆当成亲人有问题，这个逻辑是一样的嘛。所以我觉得郑丽文说美国是我们的恩人，大陆是我们的亲人，跟两岸一家亲就是同样一个概念。其实我觉得他还可以加一句，就是台湾是我们的家人，我们是一家人。然后呢，他是我们的亲戚，他是帮助我们的贵人。我觉得这样比喻完全没有失格。另外，刚刚大家讲到郑丽文的所谓的这个两岸和平框架，黄国昌说他不知道。其实郑丽文讲这个话，我们去看一下，他是接受赵少康的专访，提出来一个未来两岸和平框架。他的全文是这样子：两岸如果能有不一样的和平框架的发展可能性，未来两岸交流合作就不会把两岸军事冲突一再的提上来，随时来临时程议程，军事冲突也会因此大幅下降。注意，它下面的重点是建立和平稳定的交流框架后续还有很多工作要对接，所以请注意，他是提出来这是一个未来的两岸和平的一个框架，那它的内容还有很多需要去讨论跟填充的，而且你说和平框架也不是我们自己想，你要去跟对岸去谈，也要经得起我们国民的一个同意跟立法院的一个考验，所以这个是他提出一个非常好的和平对等的未来和平框架的概念，又被你们抹黑抹红，我觉得大家请听清楚。我们的党主席他讲的是未来，而且这个当中有很多沟通协调的工作要去做，不要随随便便侮辱国民党，说我们是汪精卫。阿苗要收回吗？我讲惯了，汪精卫他最有名的一个运动叫和平运动，对不对？就是他当时在1937年的七西卢沟桥事变之后，汪精卫发起和平运动。我把他那个和平运动的论点讲给大家听。首先第一个，他的和平运动的论点就是他认为了蒋介石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所以在彻底失败之前，用谈判实现和平更为有利。这是汪精卫的基础论点。然后呢，第二个说他关心日本占领区人民的权益要照顾日本占领区的人民接下来呢，这个汪精卫呢，他就提出了这个，他跟当时日本的首相近卫文麿嘛。他就讲说，我们有一个6点亚洲新秩序，第一个叫做维持东亚的永久和平，第二个叫做善邻友好跟国际正义，然后呢还要什么经济合作啦、文化合作，最后达成世界和平这些等等的，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主张什么不要打仗然后我们就是一定要和平，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实现什么？去实现这个所谓的对侵略者退让的这样子一个目的嘛？我觉得阿苗是汪精卫的知己，他是他的知己，也是他的粉丝。你现在在我们这边
花了那么多宝贵的时间诠释汪精卫的论述，我觉得对我们全体国民是没有意义的。你浪费我们国民的时间跟我们宝贵节目的时间。你把你在讲国民党，你把一个被定位成汉奸的人解释的这么清楚，你是在帮他的这个理念做阐释吗？我觉得这样子真的是浪费大家的时间，没有必要。我理解秦姐所讲的，因为不是。秦姐她所受到的国民党的教育里面，听到汪精卫3个字一定会跳起来，因为连我都是这样嘛，我都是从国中、高中的时候看所有课本都讲汪精卫是汉奸嘛，那么汪精卫讲的十恶不赦嘛，是直到大学的时候，秦姐说，刚我怎么对他那么了解？大学的时候博览群书啊，发现说原来汪精卫在历史上面也有一部分的人，说他不错，也有一部分人说他不赖。所以我现在在看国民党的时候，我就想说国民党现在是不是讲说不要战争要和平，票投赖清德或青年上战场，票投国民党就两岸和平两岸和平的这个手段就是要不断的谈判嘛。那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我们不要再去讨论你的一个错误的汪精卫了。让论述他的一些论述，大家各言而至来。所以说，我可以理解为什么秦姐现在感到很气。因为我点到的一个人物是中国国民党党史上面的禁忌，我是觉得说你把汪精卫扣到国民党头上来，把一个国民党认为汉奸的人，现在跟国民党画上等号，我觉得你真是胡说八道。汪精卫还曾经当过国民党的党领导阶层，还当过中华民国的行政院长。那毛泽东还是国民党员呢，所以过去的历史，他有他历史的背景，你不能用这样来代换。所以我觉得你的未来的中国国民党也会把现在跟这个共产党太过友好的，回头看一看，我们来改写一下。李登辉也当过共产党员呐，我觉得把历史我现在要讲的一个问题很简单，就是说面对到国家安全的危机的时候，到底什么样的态度才是对于国民有利的？这个是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嘛？台湾现在面对国安危机了，到底哪个路线对于保台湾的民主和平跟繁荣是有利的？那过去人家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嘛，对不对？那我们过去翻以史为镜的时候，其实国民党也可以从历史当中找出另外一个他们喜欢的人物来诠释他们现在的行为，不是吗？来，上公。除了在立法院跑这么久，好了，上公也是博览群棋，所有这些没有。那问一下上公。现在我们大家就看，刚阿苗跟秦姐之间的这些论述，是台湾现在面临到的，就是我们现在除了那个选择以外，包括国家安全，包括经济发展，包括所有这些，现在都在这里面面临到最关键的时刻嘛。从赖总统跟今天的讲话，国民党正主席的一些谈话，所有的路线之间所产生的一些的冲突，现在我们面临到最关键的时候嘛。现在如果你把它落实下来，一个大家讲军购，第二个。海鲲号不是刚完成那个包括潜航那些所有的测试，这又牵扯到，因为讲到海鲲号，大家就会把当初的潜舰发展史又会拿出来讲。那今天还有另外一件事，也是在台湾面对到两岸关系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李珍秀，李珍秀现在就是他到底放弃了没有？他有没有送出放弃书？然后似乎因为理论上他们现在已经上了嘛，这6位。所以他的身份到底是不是已经放弃？因为最起码你要提出那个申请书，然后证明你有做这个动作，然后接下来1年以内要拿到相关的证明嘛。所以现在这个也是大家在看未来的一个关键的一个重点。甚或行政单位已经直接讲，如果他是不符合这些的话，什么可能他所资不会给，然后你能质询吗？这些都面临到最直接的冲突。今天还有一则讯息是说，李珍秀是不是跟他的我们中华民国籍的老公是不是已经离婚了？那他是不是还是一个陆配的身份，还是他根本就是一个离婚的中国大陆的人？就所有这些全部都嘎上了，甚或连国人的情感情绪都嘎在这里面了。我觉得立法院就变成刚才主持人说的，所有的问题都在那里。对，第一个。你可以看得出来说，立法院里面会期已经开始了，第5会期已经开始了嘛？那2月3号，因为前面刚好礼拜6、礼拜天，所以2月3号开始办理报道。那为什么说刚好都浓缩在这里？第一个，你可以预判第5会期依然有3个最大的案子。第一个，总预算要不要审？第二个，特别条例要不要审？第三个。你台美关税协议签订以后送到立法院审查，
里面经济台美关税，对美军购，然后自我防卫对抗中国，全部浓缩在这里面。那当然。里面又出现一个李珍秀的问题，李珍秀的问题，当然它还是摆在那边，依然是一个两岸争端的问题嘛。好，那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它叫人民关系条例，国际法有规定，双重国籍担任我们的公职，你必须就职前放弃，就职后1年之内拿到要放弃的证明嘛。好，那大家争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是一个国，还是2个国？其实这个问题是最简单的，请民众党做一个答复：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是一国？是一国，没有国籍问题。不是一国才有国籍问题嘛。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他就告诉你，那规范人民嘛。那现在就是公职的问题嘛。它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他刚才镜头上空在讲的时候，我们旁边跑那个镜头，就李珍秀在报道的时候，他秀那个，他秀了，对嘛？秀那个他有去申请要做这些，那现在就是大家就会看后续所有的就是1年内，就变成如果你正式申请的话，那就是看你就职到职1年内，你必须提出正式放弃的证明嘛。好，现在就看1年内的问题，所以它变成一个缩影。到底两岸是2个国家，还是大家打模糊仗？好，这就是也回到了我刚才说你问的问题，缩影全部在立法院呈现。那你看3月3号就是安排行政院院长到立法院报告台美关税谈判嘛。好，谈判结果极其影响嘛。然后1月30号的时候，行政院版特别条例依然没有复委，复委的是民众党的版本嘛。特别条例的问题，大家就回过头来就在争端的是你的完整的战略规划防卫概念是什么？这个我相信19号秘密会议里面，大概国防部都有说明。那最近大家最就是军事民最嗨的就是我们的海鲲号29号跟30号2度潜航测试，一次大概是50公尺，一次大概是100公尺啊。好，那大家潜航以后，大家就开始了有一些问题，就是说大家在探讨的一些事情，就是说，我们当时69次是怎么回事？好，69次是怎么回事？好，我们都知道2000年。阿扁当选嘛，到2008年嘛卸任，好，那2001年刚好布希上任，好，布希上任之后，宣布了小布希宣布了3个军购，同意3项军购嘛，一个是8艘柴电潜舰，12架 P3C， 6套的I3，6套的爱国者3型，好，3项军购，这3项军购。当然答应了以后，承诺的时候，在2004年的6月2号，行政院就把重大军事采购条例送到了立法院。但是呢，我也很无法理解当初行政院的规划，他连特别预算都一起送进来。草案还没过，特别预算案一起送进来。好，那一起送进来，在野党那时候国青又多数，跟现在多数一样。好像说特别条例没过，你怎么可以把预算案送过来？等等啊！然后又说是不是在留子孙等等的问题。当时总共编多少？编了6108亿。当时这一个案子是行政院里面我国政府里面编列对美采购最大金额的案子。那1.25兆是那时候我们现在1.25兆是包括国内采购当时是最大的案子，大家争议很大是不是在留子孙等等，国青反对的时候，就一样，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程序委员会封杀，我连报告事项都不让你进去，然后呢，你当然2024年挡了以后，第5届结束了，第5届2025年就开始了，结束，届期不延续。所以2005年的时候3月
行政院又把这一次就没有把特别预算送来了，就送草案进来了。草案进来，当初一直在协调的时候，大家就认为拿土耳其购军购啦、西班牙建造的潜舰啦，价格没这么贵啦，然后又说美国那我们买潜舰这个技术转移部分是什么，在国内可以生产什么，我们要逐步建构什么什么理由一堆。当初博应该还记得，王金平还率团到美国，去跟美国政府在谈潜舰的价格能不能降低一点，还在谈这个事情。结果到最后，从6100亿，国防部愿意修正到4800亿，4800亿依然不过，依然不让你过。那大家就在讲，如果当时潜舰过，第一艘预定是2013年交舰，第8艘舰预计2018年到2019年完成8艘舰，所以为什么大家会说失落的20年？这20年，你包括美国最有名的兰德啦什么的，全部都说这20年，如果台湾有先进的潜舰，中国的舰队不可能在台湾海峡跟周边海域放肆的威胁第一岛链的安全样态。如果当时有第一岛链的安全样态，与现在完全会不一样。第一岛链的安全样态，如果当时有第一岛链的安全样态，与现在完全会不一样。这就是整个采购史对上公娓娓道来的这些，对未来包括在这个会期，那在地法院会不会有什么样一些影响？秦姐，刚刚李珍秀的这一段要不要做一些回应？我觉得李珍秀是一个非常好的范例，因为呢，我们对于这个所谓的这个陆配的国籍可不可以放弃？它到底是两岸这个按照现有的框架，就是我们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来讲，这个国籍跟户籍的问题如何去处理？所以我觉得李珍秀这个问题呢，其实解铃还须系铃人，就是陆委会自己要去处理。就陆委会你现在认定，就是说大陆的这个国籍跟台湾的国籍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目前的处理方式是不是要修法？你要不要修法？如果目前不修法的话，它是一种状况；修法又是一种状况。所以我觉得李珍秀这件案子很好，他已经宣布要放弃了。然后1年后，中国大陆同意他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那可能会是一种效应，那可能很多状况都会发生。如果不同意，他最后被取消他的这个资格，又是一种状况。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我没有任何的说他对还是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试金石，就是来看看说，在现有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框架下，政府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来一下。对，刚才上公有讲到，在法律上，两岸到底是一个国家或者是2个国家？2个国家没有问题嘛，一定要放弃嘛？台湾的国际法就规定说，你今天要放弃，不管任何国家啦，有些国家也不能放弃哦，像沙烏地阿拉伯、阿根廷，你也不能放弃他的国籍哦。所以这些人你一样，如果真的有一个阿根廷的外配他取得了中华民国的身份，然后他选上了立委，一样跟李珍秀是一样，所以没有双重对待，不是针对任何一个国家。所以如果两岸是2个国家，没有任何问题，就是要放弃国籍。那如果两岸是一个国家，那一定是我们中华民国才对啊。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更应该放弃啊。我们是叫你放弃的，不是中华民国国籍啊，是退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申请表嘛。而可不可以申请？可以。李珍秀有没有申请？李珍秀2年前就当选了呢，他2年前就知道有2年条款，他知道他可以补上，到今天他填了没有？我们只说你要填嘛，对方中共当然是独裁政权，要不要放弃？中共一句话，也不是说按照所有的法律，他可以申请放弃，但是准不准你放弃又是另外一回事嘛。他是独裁国家，也不一定按照法律来行事嘛。填没有用，
所谓的你要申请是要寄出去，是要寄出去。如果他只是填了，依然不符合规定哦。网络上可以寄回直接在网络上申请可以的啊。你只要在网络上申请以后寄回，我们就代表你有去办理嘛。准不准是对方的事情，所以为什么说今天你在就职之前，你至少要有这个表格，你去申请了嘛？他会有一个办理的证明啊，你要把那个办理的证明拿回来。是，你那个办理证明要拿回来嘛？那个如果你用网络申请，他也会寄回函嘛？已经2年了，你觉得是今天的事情吗？医生可不可以问一下，除了这个形式上应该要符合这些以外？你会质疑李珍秀什么？因为李珍秀今天讲说，他觉得在抹黑他什么，包括国安的疑虑，这些对他来讲都是个抹黑。陈志汉讲说，这是民党政府就是在把所谓的所有的陆配这么多人这些，以他们的身份去怀疑他们的意识形态，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抹黑。我直接讲啊，你今天就是用伪的假造的的驾照在驾驶。我们不会怀疑你会撞死人啊，但是你就是违法嘛。我们只是说你去取消你的驾照啊，你要去申请正版的驾照，叫中华民国的驾照。你有中华民国的驾照，你要去放弃对方的驾照，但是我们不会怀疑你会撞死人啊。但是你一定得放弃对方的驾照啊，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没有无限上纲所谓的国安问题，那未来看你进立法院的表现会不会被查出来啊？会不会像黄国昌一样把秘密资料带到那个楼梯间里面22秒，那我们才怀疑你嘛？但是如果没有发生，因为你现在还没就职，你现在可以作为所有中华民国所谓的中配任何的事情，而且他是不是中配都是问题啊。今天被大家怀疑是说你已经跟你老公离婚了。说真的，你依亲所谓的因为结婚取得身份证，因为后来婚姻不满离婚，我们也不怀疑你叫做假结婚，但是外界网络上就会这样怀疑嘛，因为很多的中配就是为了取得台湾的身份证，透过假结婚的方式去取得嘛，这个案例非常的多，所以你是不是这个案例，我们也不怀疑你，但是重点是你今天人家问你这个问题，你就说离婚就离婚啊。5个是律师啊，每天处理离婚案件这么多，我也离婚啊，我跟吴坤义还举成离婚俱乐部啊，对不对？我们离婚没有什么可耻的，离婚的台湾有1/3的人都离婚啊。他特别转到说，他只是跟她的老公友好分手。我的离婚俱乐部都要改成友好分手俱乐部了。我觉得这句话有点歧视离婚的人。没有，我没有歧视啊。每个离婚的人，你可以公开宣布我离婚了。你离婚，有没有离婚就好。不是，你也可以说我有没有离婚。友好分手。我觉得。不一样啊，这2个在法律定义上不一样。男女朋友怎么样分手，吵架分手都无所谓，但是离婚就是因为有婚姻状态，所以你离开了这个婚姻状态嘛，它是有法律效益，跟所谓的友好分手是不一样的。我们跟你谈的叫做法律问题，你跟我谈的叫做感情问题，这个就是文不对题嘛。所以你这就很诚实的回答你到底现在有没有婚姻状态就好。我觉得这叫歧视问题。我们有非常多的立法委员离过婚，那他可以选择公开说我离婚，他也可以说这是我的隐私权，我不必敲锣打鼓告诉人家我离婚了，或者我离婚之后又再结婚了。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说明啊，我觉得非常的我没有办法同意啊。我觉得为什么你要去追问他有没有离婚？因为这个跟其他的立法委员，你为什么不去问其他立法委员？所以我觉得不能把人家有没有离婚拿来做一个嘲笑的对象，还在这边宣布。这个不是嘲笑对象。他就算是离婚了，他有中华民国的国籍，他有中华民国的国籍，他是中华民国未来要担任立法委员的，包含财产申报有没有离婚，牵涉到你有没有配偶，配偶栏那一栏要不要申报，这些都是法律规定的。我们在问你法律问题，跟所谓的有没有侮辱中配外配一点关系都没有。强词夺理，难道你要问所有的立法委员你有没有离婚，都要跟你报告吗？不用。所以我觉得，如果其他的立法委员不用报告，你为什么要追问人家？他可以选择不回答。所以我觉得你在侮辱中配，你是歧视性的选择性的问题。这个跟离婚没有关系，这个跟你对某些人的身份，我不会去问他，但是立法委员我会问他，因为他必须申报他配偶的所有的财产。你有问过其他的立法委员有没有离婚吗？我觉得这个是你选择性的歧视中配，你不是一视同仁。你收回这句话，完全没有歧视中配。我谴责你歧视中配，不要用这样的抹黑任何人，用歧视中配这4个字来抹黑人。OK。好，那这个议题其实牵扯到两岸之间的问题。Thank you。我刚刚前面为什么要讲说，因为媒体也会问嘛，问到两岸这些的时候，包括
两岸和平框架啦，或郑丽文说希望台湾人能够接受自己是中国人，类似这些。可是刚刚和平框架问到黄国昌的时候，他就跟你讲说他也听不懂这些什么。大家都讲说今年年底会影响2026甚或2028的时候，蓝白合之间到底会怎么合？显然在这里面会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因素。那当柯文哲现在，你觉得现在是柯文哲掌实权吗？是。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未来呢？包括黄国昌他们，从他那段回话，是不是表示在未来他们跟国民党之间，虽然大部分的议题上面讲起来，不管在立法院或选战，大家看起来都是朝着同一个角度，要把民进党要把赖清德拉下来的这个角度。可是，在一些从刚那个议题到中间的一些选战之间的合与否，这些看起来蓝白不见得一定会这样走了吗？柯文哲，我觉得柯文哲他很有弹性的。我不是说他是共产党，但我认为他跟共产党的手法有一些几分的类似，就是他能够很明确的把面子跟里子的阔度拉开拉大。就是他在新闻上我可以给你笑给你骂，但是呢，在这一件事情中，我的好处是什么？这件事情他是很清楚的，所以呢，我提名的这个人，我当然知道他可能会有缺点，可能会被攻击啊，但我可以得到什么？这件事情才是他在做交换的里面所重视的。那让黄国昌当党主席，那他当然有风险啊。黄国昌如果今天看什么陈清龙不爽，他开除陈清龙然后看那个他现在是总召他现在是总召，我管他是什么召，我党主席对不对？我开除你党籍，你立委没得当嘛。然后黄国昌暴走模式嘛，那柯文哲一定会想说，我要防他暴走，那我有什么他的我可以掌握他的什么？柯文哲他在计算都是这样子，我提名我或者是我去讲，不然我们派人来选蒋万来台北选市长啊，蒋万很紧张啊，这个时候就会帮我们秦姐那国民党忠贞党员出来，柯文哲乱讲什么东西讲完之后呢，会不会有其他人也过去？柯主席啊，你怎么了？怎么会想要选台北没有啊，我觉得回家的路很漫长啊，我就想说那个我们家前面红绿灯坏掉，帮我修一下之类的，我怎么知道他要什么？但问题是他在做这一些动作的时候，他面子跟里子很清楚，而且他通常会选择不需要成本的这个做法，也就是做新闻嘛。宣布谁要去选哪里啦，然后谁要干嘛。所以黄国昌他也知道，他在柯文哲的盘上就只是一个棋子。新北市长这件事情，就是你去宣布要选，等我谈到什么。那这件事情就看国民党具体会怎么样的跟这个民众党合作。不过我猜不太有合作的空间其实国民党要假死黄国昌，最好的方法就是不采取初选，不采取任何的初选共提或者是整合民调，就你要选祝福选到底。民主的社会，黄国昌就是对不对？想选就选到底，对不对？我们出来沙卡都你5%、10%就你家的事情了但黄国昌展现他的威胁嘛，他让人家知道390行两边的河要大于第三边。虽然昨天的民调出来，两党加起来没有第三党，没有民进党多，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一直要坚持把几何学跟统计学的概念混淆。果然这个学有专精那既然没有上过所谓的数学相关的课程，就不要瞎掰。那问题是，当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柯文哲他在立法院党团里面又要干嘛？他曾经在直播的时候讲过法律的东西我怎么懂我后来他在选总统的时候，我后来去上了黄国昌的课，所以法律的事情完全都交给他。然后甚或后来的直播去讲说，我可以任命黄国昌当法务部长，以建立两个人的关系。所以我的理解是，立法院里面的东西他确实是不懂，他也不想要太懂，他只要知道他能造成什么效果。因为我是老板嘛，你看柯文哲经营这个民众党的方式，就是员工拿折扣码嘛，然后开木可公司金流要怎么做，所以他是用老板心态在经营这件事情的。那么我只要对我的执行长下指令，就是你黄国昌立法院党团你处理，我要看到什么效果，你总不会叫我去盯立法院嘛。所以黄国昌嘴巴说我要去当立法院督军，可是呢，他前面督着其他立法委员后面被柯文哲督，这个才是事实。因为柯文哲要看到黄国昌长几根毛今天有没有去染你的毛每天在后面看他这样子你督别人我督你，所以柯文哲当然还是掌握实权。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以现在2.0版本的民众党党团会不会走向绿白合，或者是跟蓝营之间的关系会生变？我认为一切当然第一个决定在柯文哲身上，第二个他绝对，我认为他不会一开始就马上绿白合，但是他会慢慢的离开蓝白合。因为过去的黄国昌跟郑丽文有异曲同工之妙，背过来拢做出来啦。什么意思？只要他换党他都比那个党所有人都还要忠贞。这个就是特色。只要我换党，我从绿的跳到蓝的，我比国民党还要红。
然后呢，我从蓝的跳到绿的，我比绿的还要台独，好，这个就是可能会发生的事情。那黄国昌不是跳一次，他常常跳嘛，然后柯文哲也不是跳一次哈，他本来跟绿营合作，现在跟蓝营嘛，所以他们就会用很大力，要取信于国民党，对不对？头也伸出去给人家摸，衣服也脱了，好啊，然后这个都随便人家了，啊，现在贴得太过去了。那柯文哲说哦不行，你有点比我还要夸张，你还要回来一点。所以民众党党团几件事情指标，第一个。8个立委都是，其实16个都是柯文哲找的啦，只是柯文哲这个留职停薪1年嘛，然后回来发现执行长把钱都拿去办游行，一下北检游行，一下总统府游行，然后回来他要重整旗鼓，重新回到权力核心。所以这8个立委，第一个他一定是听柯文哲的，第二个在表决事项，其实现在是一个很有趣的分界点。你注意一件事情，就是黄国昌保留了军购的项目，虽然他写的乱七八糟，我们也说不会过，但他很刻意的把后面的加速急杀链跟非红产业链删掉。那你去注意今天赖清德讲什么？他去讲说我们要继续做加速急杀链，我们要继续坚持非红产业链。那也就是说，下一个版本的军购案，如果蓝绿白有重新协商的话，这2条不用再写了。因为我行政单位自己会做。我们就军购论军购。那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杠杆点，就是陈清龙说。好呀，这是是还是否啊？盖错版本了。然后在举的时候，那个赞成跟反对那个牌子就不小心变异本来要赞成，不小心反对了。然后分裂投票，不小心就偷渡过关。然后蓝营刚好那天有几个人肚子痛，有几个人在外面抽烟抽到忘记表决。说刚刚那个铃响以为是下课铃，忘记过来表决，不知道怎么了就过了。这个是过去历史上有发生过的一个画面，这是其中一种。那另外一个呢，就是集体投诚。不过我认为这个几率比较低，就是民众党的8个全部都过来投，我支持行政院的版本。那就不是那一个案破裂了，那就是接下来的蓝白合全部破裂了。这对柯文哲的平衡立场来说是不利的。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这样子的画面出现，大家可以继续观察。婷姐，大罢免的时候蓝白合看起来是水乳交融的感觉，可是当柯文哲直接，因为那时候他直接讲了，包括蒋万安那个什么营养午餐啦、牛奶啦，所有这些大家都观察到一件事，好像只有年友跳出来，直接呛了柯文哲。对，所以这所有的一切，当几乎所有的分析的人都认为说，接下来民众党就是看着柯文哲的意志往前走，那未来蓝白合呢？好，在这个立法院里蓝白合国民党跟黄国昌呢，他们是有很多的合作，有一些案子民众党不支持的，最后也没有过。所以蓝白合在立法院，不管是通过法案或者是相关的预算，我觉得是国民党跟黄国昌已经建立了一定的默契跟合作的一个情况。那在大罢免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黄国昌他帮很多的国民党立委站台，包括徐巧芯啊、王宏威啊，他从南到北到处去帮忙站台，这个部分也可以看到黄国昌确实在大罢免的时候是非常支持蓝白合去完成了这个阶段任务32-0。那柯文哲就不一样，柯文哲这辈子比黄国昌变得更多。大家虽然骂黄国昌好像变来变去，但是柯文哲变来变去非常的多那现在柯文哲又自己给自己封了一个官，他叫院长对，他是国家治理院院长，然后黄国昌是他的小弟。现在柯文哲又自己给自己封了一个官，他叫院长对，他是国家治理院院长，然后黄国昌是他的小弟，因为黄国昌是党主席兼国家治理院的这个政策会主委，只是他下面的一个主委，所以我是院长，你是主委，党主席一下子就被这个柯文哲啪打到下面当小弟去了所以我觉得柯文哲出来，他就是有4个字叫做不甘寂寞，再加4个字兴风作浪。你看他现在，他一出来呢，就放话去这个呛一呛国民党然后又去拜访这个柯建铭，说要用政策来交换还好民进党没上他的当，没跟他做政策的交换，他又自己创了一个什么院，这个院呢一下子凌驾党主席之上。
所以柯文哲，我觉得他策略就是说，他还是要以自我为中心，掌控民众党，做太上皇，然后拿着民众党这样的一个政治力量去胁迫国民党，就算蓝白合要听柯文哲的，因为黄国昌很多事情他没有说。给我们感觉到有那么多跟国民党去故意呛瞎啦，说国民党玻璃心啦，说国民党不要太自大啦，说国民党没有我不行啦。黄国昌从来没有讲这句话，可是柯文哲出来啪啪照以后，短短几个月，他所有的丑话都说尽了。然后他呢就用白的这个力量，拉着国民党，你要蓝白合就要听我的。那蓝白合加起来力量很大之后，他再去找柯建铭。柯总召，你要不要跟我这个利益交换？你要不要跟我这个政策交换？所以我觉得柯文哲就是一意孤行，不甘寂寞，兴风作浪，自己还把自己当成一个天。而且很不幸的是，国民党必须要忍受到2028，因为2028柯文哲都不会被抓去关。我们3月26号一审才宣判。中华民国的这个3审定验，我想大律师知道，平均是3年到6年，3年到6年。从现在2026到2028只有2年，2028的1月就要投这个总统的票，所以那时候他一定不会被抓去关，他一定不会3审定验，所以他一定还是啪啪照一尾活龙。所以国民党现在我们是要蓝白合，但是柯文哲是蓝白合的最大变数。我曾经说过，他是蓝白合最大的绊脚石。我希望这个绊脚石将来不要再继续当绊脚石，能够体恤这个大局，否则柯文哲我觉得是一个不值得信赖的政治人物。可是欣姐，如果这样讲的话，蓝营没有任何备案可以选择，就只能够任柯文哲予取予求了。我觉得蓝营就是这样子，你就算是跟白营合作，我很多的谈话性节目都讲，我们要有自己的尊严、主导性跟独立性。你就算跟人家合作，你不能说离了人家，你连路都不会走了。好，你连这个仗你都没办法打了。我跟你合作是战略性的结盟，离开你，我自己还是要有尊严、独立性、战略性跟我的成功的方程式。阿苗看得出来，蓝营有这样的刚琴姐期许的尊严，然后所有这一切吗？我觉得琴姐刚刚讲的听起来，我觉得非常好。因为它完全呈现了一个全国第一大党该有的 guts。国民党现在是全国第一大党对不对？最多的县市长，最多县市议员，党员也最多，立法委员也最多嘛，全国第一大党那但是其实我觉得这好像不见得是国民党的主流意见这个是比较可惜，因为上次我还记得说我在可能应该是有台吧，然后跟国民党另外一个民代同台，他就在讲。哇，这个看到柯主席这样，他其实也觉得非常的心疼因为这个前面的这个1年积这些什么，然后我就想说，好惊讶，因为之前这个蓝白6点协议撕毁的时候，他是骂的最大声的，但是现在他变得最心疼的，那但是显然的琴姐记忆更好，记忆力更好，还记得过去这个柯文哲跟他们6点协议那个今天签约明天毁约的这个过往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是蓝营内部它有一个也蛮优微的力量会拉扯，就是对白营到底什么态度，这是蓝营自己内部可能未来会需要去整合出个总路线的事情，因为接下来非常赤裸的现实就要来到了，今年年底的选举，其实蓝白的议员提名在选区内是竞争的啦，坦白讲是这个样子嘛。那以柯文哲的路线来讲，柯文哲他是信奉毛泽东的政治手腕。毛泽东的政治手腕就是打不过你就先谈，打得过你就打死你嘛，这是毛泽东嘛。所以以他来讲，他现在在台北市很明显这个之前他去帮他们的小鸡站台的时候，他就讲了，说这个虽然这个跟国民党可能也是不错但是我们民众党党员全体都要支持我们自己的候选人，这是非常明显的嘛。所以柯文哲应该是现在在国民党当中国民党人对他疑虑比较高。但如果是黄国昌的话，现在国民党人其实蛮喜欢他的，因为他很明显的那个听话的性格，就是一定要扒着国民党的这个性格是蛮好的。那最后就是说刚刚讲的嘛，就是要有尊严的，要有独立性的，要有自主性的就算不能合作，也要能够走出自己的路的。我觉得如果这个由郑丽文主席带到北京去跟习近平讲的话，说不定国民党的民调还会再上升哦。但博文现在对你们来讲的话，那立法院一直会碰到就是
如果蓝白合，那你们给他去嘛，北一样，这个就是这样一些情形。可是你们会很寄望绿白合能够在未来这个会期胜或在选战里面会有任何发挥吗？我觉得不会有这种所谓绿白合这样的字眼啊。但是你说如果说为了一些特别的这个案子，然后有进行一些议题合作，我觉得那当然是好啊。那大前提就是说这个合作是真的是福国利民。我举例来讲，假设我一直觉得说这个民众党过去几年其实有点可惜啊。其实坦白说，民众党他本来可以不用做的这么的好像变成一个小蓝，他其实真的本来可以做一个很关键的力量，而且是可能是这个蓝绿双方都会想要拉拢他，怎么拉拢？就是说市议题大家来结合，可是他一路这被傅昆萁头一摸之后，他就一路往蓝的部分走，而且越走越蓝，走到已经比国民党的蓝还要蓝，那我就觉得他的那个所谓关键小党的地位意义根本就消失。那我举例来讲。柯文哲，我觉得刚刚柯文哲如果听到那个阿朱姐那一番话，他搞不好心里也会觉得有点真心换绝情啊。因为坦白说，坦白讲，过去这几年在立法院，民众党根本就是完全是力挺国民党的啊。这个如果民众党能够有一些关键的案子来支持这个民进党福国利民的法案，坦白讲，今天不是这样的一个局面。你想想看嘛，包括这个军购案，哈，我说的就是说，他不一定要全部力挺军购，可是至少让他复委吧。总预算案至少让他复委，然后你说民众党说复委之后我们要严审，而且绝对不放水哦，那 OK， 你就是善尽你。可是现在是民众党，就是你看像程序委员会刘书斌，那就是关键的一席，关键的一票。可是他每次就是关键的一票，就是一定力挺国民党，就是力挡这个总预算军购案，所以我觉得有点可惜啦。那我觉得民众党他如果要做真的要做大的话，他要把那关键少数把它发挥出来。我觉得民众党他如果要做真的要做大的话，他要把那关键少数把它发挥出来。那他要怎么？另外就是说，他未来如果这个政党要走得长长远远，我觉得拼立法院的席次哈，我觉得，不分区域或许他还有一些空间，可是拼区域立委，坦白讲，对民众党是比较困难。可是相对于县市议员，这个我们对民众党就不敢小觑哈。那县市议员他们到底会提名多少席次？现在看起来在都会地区，他们是很多的重兵都已经摆下去了。那问题是现在来了，上面如果说真的要蓝白合，那下面这些小鸡要怎么合呢？因为小鸡这些副入选区，他们的票跟国民党有非常高度的一个重复性，所以我觉得可能会基层会厮杀一片啊。但是高层到底是蓝白合是不是真心的，又是另外一件事。OK， 在国内所有的政坛发生的这些事以外，对全世界来讲的话，最关注的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好了，那当然。中国大陆的内部会不会真的出现一些的动荡？今天又出现，所有的集团，所有的军团之间，然后他们各个，几个集团，全部都已经在倒向了另外一个，是不是新浮起来了一个他们的一个军头？会不会又是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形？张又侠到底现在在哪里 ？Thank you， 到底在哪里？对，这应该还在中国了。哦，他还在吧？不在我家，我没有。但他还在吧？应该要还在啦。因为你知道最近的新闻太多了，甚或他到底还在不在了？然后包括我讲说胡锦涛他们，那要求习近平一定要在过年以前一定要把张又侠放出来，所有一些的讯息，每天真的是一天一文，一天一变，现在变成这样。好，历史上那个世界上没有新鲜事，历史上都可以看到。那这一次张又侠拔军头这件事情，其实从整个军委会的组成，什么有7个已经找5个麻烦了，然后一直演变到现在，其实我会把它定调成叫整肃清洗。那历史上独裁政权整肃清洗军头啊，随后而来的都是发动战争，所以料敌从宽。如果从台湾的角度来讲，我们要慎防独裁政权习近平共产政权突然发动这个各种不知道去干嘛的战争。那这个是我们第一个可以从历史上看到的角度。可是第二个，你看在结构上又不太一样，因为希特勒也好，或史达林也好，过去当他们发动这个政权清洗，把军头换掉，他们随之而来的是安排自己信任的人上来嘛。我们到今天都还不太确定习近平要换谁上来，换上来要干嘛。
它的指向性不够明确。当年希特勒用同性恋以及外遇的方式，婚姻丑闻的方式，甚至是老婆拍过 A 片这种方式去斗争他们的军队的，不管是那个时候叫国防部啦，或者是叫战争部等等的，他把他拔关之后啊，他随之而来补上去的人是明确的年轻小伙子，就是要发动对欧洲的战争。可是习近平他把这个人换掉，那当然就很多人去猜说，把张幼霞换掉，很多人就去猜说啊，你是不是啊想要打啊？但是张幼霞跟你说不能打。啊，你是不是想要做什么事情？张幼霞反对，都不会是他的片面上的理由嘛？另外一方面，我们连美国的媒体啊，都有试图在对这件事情做一些我认为是政治上的新闻释放，比如说张幼霞被指控是美谍，我们刚刚讲了汪精卫，这个大家不太开心，因为要精卫去填海。那现在我们讲另外一个人叫孙立人，孙立人就是对美勾串啊，被蒋中正怎样软禁至老。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啊？因为是那个时候美国发现说，你老敬伟，你可能搞怪哦，后来他们的杜鲁门总统还写了一本书，里面说蒋家一家都是贼，那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好像是有人把美国拿去台湾的钱都带去纽约买房子，然后老美看一看说不对啊，怎么我是要援助你的啊？结果台湾人民没有用到啊，然后你跑回来，所以后来跑回来买纽约房地产，所以后来我们就干脆自己爆面粉带去发那个当时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故事跟新闻。所以在张幼霞的故事里面，如果他是对美勾串，甚至他有这个美谍集团的话，那比较合理的方式绝对不是斩立决，因为杀了一个还有一个，所以我们从以古鉴今可以知兴替今天大家不要怀疑这2趴是不同趴，一个是苗博雅，一个是陈柏惟，只是很多东西都一样，我们都在提醒国民党不要做错决定。所以孙立人后来也不是被斩，孙立人是终身监禁嘛，我记得他好像有申请自己要去台中，说台中他比较熟还干嘛的。好，那所以呢，张幼霞的事件其实警惕了大家，就料敌从宽。习近平是独裁政权，他哪一天睡起来睡不好，或者是他买的上海 A 股跌了，他就可能就发动战争了。他就可能就发动战争了。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它的结构上并没有允许他发动战争的实力，所以呢，我们就是审慎评估，然后停看听，等待正确的消息再做判断。上公，全世界还最关心的就是每天都在倒数计时嘛？美国、伊朗是不是真的动手？美国、伊朗会不会动手？因为现阶段看起来，川普两边手法嘛，一边你看林肯号啦，以及神盾舰开到了中东附近了嘛，然后现在川普的特使现在传出来，川普的特使跟伊朗的外交部长6号又在伊斯坦堡见面嘛，那看来军事外交双管齐下，那当然。川普是希望重启跟伊朗的核谈判但是他提了三个前提嘛。第一个，你不准再有浓缩铀，我们都知道浓缩铀是制造核弹的关键。第二个，你那个远程的导弹你要给我收敛一点，因为你中程远程你可能打到的地方比较远，然后说你要限制。第三个就是说。你不要再给我搞其他地区的代理人去扶植你在国外的势力。那当然，现在为止大概伊朗方面这个停止铀浓缩他们是同意的，另外2项还在挣扎，因为这2项就像当初乌克兰你给我解除核弹，怎么到今天面对苏联的状态，所以伊朗这2项还在考虑。不过就走到现在的时候，突然伊朗宣布了，说要跟这个俄国、中国军演，然后在印度洋北部军演。那当然，这一个是过去他们1年1度叫安全枢纽的海上军演但一般时间就在3月、4月，但这一次突然宣布2月的时候，是不是伊朗跟夹持了中国跟俄罗斯要跟美国谈判的时候扩大他的筹码？扩大他的筹码。不过就是在这一次伊朗，当然我们都知道，伊朗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经济问题，一路引爆对神权政府的不满。那当然这一次压了很多人，就是说他们抓了很多人。不过他们现在就是他们有一位过去曾经因
被关的政治犯叫马赫伯比，他出来讲话，他说，根据很多的情报，停尸间传来求救的声音。停尸间呢？对，停尸间传来求救的声音。然后他们发现一件事，被拘留的人他必须付保释金，跟打疫苗。打疫苗。然后说打疫苗，结果事后证实就是说，到底是不是打疫苗，应该是打不明物。不明物，因为有女孩子家里面付了高额的保释金，但是把小孩带回去的时候一直昏迷。还有人注射过后，救护车载回家死亡。就是说他们已经有很多案例了，但是他们就说，其实2022年呢，那个头巾女孩之死的时候的大规模抗议的时候，也发生过所谓打疫苗死亡。那现在他们还无法厘清被打的是什么疫苗，所以现在传出来，被拘留的人。很多都注射了不明物，然后死亡。OK， 未来美伊之间的动作，大概在都会影响到可能不只是区域之间的动荡吧，大概会不会变成一场全球之间的一个动荡，大家都在关注。所有的国际局势，甚或刚才提到，对国人来讲，两岸之间，那现在国民党的代表团正在中国大陆，然后包括跟中国大陆的一些人在做相关一些论坛。那这些所有的一切发展，未来对2026、2028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谢谢我们这边，我们明天见，拜拜。